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吗？一篇报道引发的惨案。2021年8月3日，一篇题为精神鸦片竟长成千亿产业的新闻报道，将网络游戏称为新型毒品、精神鸦片，直接在资本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。A 股、港股的游戏板块遭遇大跌，总市值合计蒸发接近3000亿元。但是当日晚间，经济参考报又重新发布了修改版本，文章标题被改为网络游戏长成数千亿产业。文中关于精神鸦片、电子毒品等字眼都已消失不见，可见网络游戏不应该类比为精神鸦片。国内对于网络游戏的偏见还是非常严重，很多家长自己不管不顾自己的孩子，却把责任推到网络游戏上，认为是游戏把孩子的学习和习惯带坏了。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一聊网络游戏的这些是是非非，关于它的好，它的不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凡 online 的频道。人们为什么喜欢玩游戏？首先来到第一个问题，人们为什么喜欢玩游戏？咱们先来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活动盘算一下。早上7点左右起床，然后是准备去工作或者学习。上午的时间和下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学习，期间可能会有半小时、几十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。很多人在晚上还需要工作或者学习，到家后吃了晚饭，离睡觉的时间也就是1-2个小时。忙了一整天，休息的那么几个小时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是继续考虑着工作的事情呢，还是继续写作业和补课呢？还有就是节假日和周末的时间，你又会做什么呢？是继续加班，还是继续补课呢？如果是，所有的休息时间也都用来工作，用来加班，用来写作业，用来补课，这样的生活你能坚持多久？你能喜欢和热爱这样的生活吗？如果不是，这些休息时间你会用来做什么呢？是刷刷手机，看看短视频，看看电影电视剧，或者出去走一走，运动一下呢？或者可以玩一玩电子游戏。我们努力学习和工作，不就是希望能有更加轻松的生活，能够有更多的放松的休闲时间吗？休闲时间用来刷手机、看电影、去运动和玩游戏，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难道不应该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和做吗？休息的时候，有人喜欢去健身，有人喜欢去游泳，有人喜欢去打球，这就是好的方式吗？那不喜欢上面这些方式，只喜欢玩游戏，就是坏的方式吗？再回到问题本身，人们为什么喜欢玩游戏？游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，带来满足感，带来新鲜感和刺激感等等。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游戏，必然会被淘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还会沉浸于玩泥巴、做手工这些玩意，或者是拿着2根野草，比划着玩一整天。而现在的电子游戏种类非常多，已经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丰富的虚拟世界。所有现实世界中有的没有的，在电子游戏中都可能会有。它的吸引力比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草根游戏有趣太多太多。游戏世界应该怎样？现在的电子游戏最主要的、最受欢迎的类型无外乎枪车球，也就是射击类、赛车类、体育类，这些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竞技类，会很刺激性，具有挑战性。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参与射击类、赛车类、体育类的活动，但是在游戏世界中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，是游戏给了每一个人新的选择，这不是很赞吗？还有一些是成长类、竞技类、冒险探索类的电子游戏。现实中要养成一个孩子，领导一个团队，来一场5v5的 PK， 探索未知的魔幻大陆和宇宙，那实在是太难了，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在游戏世界里，这些却成为可能。唯一的不足就是，现在的游戏体验还是没法像现实世界中那么真实，交互和感知都让人清晰地知道，这就是在游戏世界中难以做到完全的沉浸式。难道就因为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比现实世界中更有趣、更好玩，就让人们很担心、很排斥，害怕人类的真实世界会从此消失吗？
害怕人们不再融入真实世界，只投身于虚拟世界吗？在历史长河中，所有的担心和害怕都是多余的。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，所有的排斥和阻碍都是无济于事的。如果真的有一天，游戏世界变得更加真实，更加有趣，人们愿意放弃真实世界，也未必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电子游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，全球游戏市场在2023年总收入达到 1.3 万亿人民币，移动游戏占比超过 50%， 全球的电影市场只有3000亿人民币，比游戏市场小很多很多。电子游戏的产业比游戏的收入还要庞大太多太多，既包括游戏开发商、发行商和庞大的用户群，还包括游戏的硬件设备，像智能手机、PC 电脑、游戏主机等等。游戏领域还是广告界的大金主，游戏产业还依赖强大的芯片，需要大量的服务器和云计算等等高科技技术和研发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，有超过6亿游戏玩家。第二名的美国虽然游戏玩家只有不到2亿，比中国少很多，但是游戏市场规模几乎赶上中国。第3名、第4名分别是日本和韩国，他们只有不到中国1/10的游戏玩家，市场规模却能达到中国的1半。欧洲、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人口就更少了，但是游戏市场规模也不容小觑。中国有最多的玩家，有最大的市场规模，有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，但是在游戏产业中，咱们的话语权却非常低。软件层面，游戏引擎是国外的，各大原创知名游戏 IP 中国极少。硬件层面，芯片、PC、主机、手机、云计算等，基本都是在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。中国的游戏产业真所谓是大而不强。游戏显卡起家的英伟达，现在已经是2万亿美元的市值，而且在区块链技术、AI 技术、云计算技术方面遥遥领先。如果没有游戏，也就没有现在的英伟达。有机会的话，咱们可以来聊一聊英伟达的故事。而国内腾讯游戏，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，却还在为国际化和出海而发愁。中国游戏怎么就妖魔化了？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在不停地强调勤劳致富，发奋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同时抵制享乐主义、消费主义。为了学习和工作，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，不惜以家庭亲情为代价，一切不利于学习和工作的事物都会被扣上邪恶的帽子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电子游戏自然也就被妖魔化了，甚至想通过行政命令把电子游戏给禁止掉。当欧美日韩大力发展游戏产业的时候，一不留神就把芯片技术、区块链技术和 AI 技术也培育壮大了。而我们呢，依然停留在抄袭和山寨的恶性竞争中，无法做强，也走不出去。游戏产业的周边产品和技术也都没有发展起来。不得不反问一下，为什么中国的芯片如此落后？为什么高科技都发生在美国？我们在做什么？如果家长整天忙里忙外，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，却要求自己的孩子像个智能机器人一样听话懂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家长都不会玩，又怎么能教育孩子如何快乐呢？在这么压抑和高压的环境中，真的需要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，而电子游戏既好玩又廉价，本应该大力推广和全面普及，但是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。无解。关于电子游戏的好与坏、对与错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最后关注我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谢谢大家。